你知道人类最早的宠物猫来自希腊的爱琴猫吗？哇，考古学家发现了第一只家猫啊，它就曾经住在希腊的塞浦路斯岛上的这个证据啊，时间在10000年前啊。这只鸟啊呢，可能是希腊的国宝爱琴猫。这个珍贵的猫种呢，相信并没有太多爱猫的人士了解。虽然爱琴猫算是很罕见的品种哦，然而在希腊到处都是哦。有人就会说，嘿，这是希腊的土猫吗？流浪猫吗？一定要这样说，也没错啦啊。直到这个大概20年前嘛，爱琴猫都还不是国际猫协会认可的正式的猫种。爱琴猫来自于爱琴海，它在希腊群岛上风景如画的这个渔港呢，繁衍了好几个世纪啊。因此呢，唔惊水啊，喜爱玩水啊，颠覆你对猫的这个想法哦。甚至呢，喜欢到潜水当中游泳哎。爱琴猫作为当地的土猫，是世界上少数没有受到人为因素影响而自然演化的猫种。爱琴猫和岛上的渔民呢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更希望能够从捕鱼归来的渔民那儿呢分到当日的一点点的渔获哦。所以说起来呢，希腊虽然没有把猫当成神来膜拜，但他们跟猫呢也有着不解之缘哈。在这个古希腊的神话当中呢，月神身为12主神之一，在希腊神话传说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希腊神话当中呢，太阳神阿波罗是属神嘛那月亮神呢特密斯呢，他责备呢称作猫的母亲，而且呢，月神在古希腊的神话当中呢，又被称为猫儿之母。传说狮子是由太阳创造的，那不甘示弱的这个月亮呢，它就创造出了猫，想和太阳分庭抗礼。另外一种说法是呢，原来很多的希腊岛国人啊，他都相信一件事情啊，黄泉上的人能够透过水回来到这个世界，而猫就是他们的使者。哎呦，或者呢，黄泉守护者，多有气势的名字啊！你看看啊，可见呢，这个猫呢，在希腊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呢，也是相当之高的哦。看看我们的希腊吧，美丽的海岸，宜人的气候，热情的人文风情，每一年就为着浪漫的蓝白建筑而前来希腊的游客呢，总是呢络绎不绝，观光人数呢创下新高。至希腊旅游的人数呢，每一当200万啊，而来自中国的人数呢，更是倍数的成长。许多人呢，想要在这个蓝蓝的天空啊，蓝与白交织的独特房舍，以及火山口为背景的浪漫景色中，完成这个终身大事啊，或是重新建立夫妻的誓言啊。哇，我个人倒是认为啊，结婚呢，花一堆钱请一堆人来呀，哇塞，还不如把这些钱存起来啊，不然就是把这些钱给老婆好了。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因为很多人憧憬的梦幻的婚礼啊，但我觉得有时候啊很可怕啊。当有一天这个婚礼破灭的时候啊，当时所留下来那些画面啊，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很难处理的东西啊？对我来讲，爱是永远在心里面的，永远的挂你嘴边个对啊，而不是只有那一天啊。对我来讲啊，愿意照顾他，负责他一辈子啊的幸福，然后呢，假日陪他啊，在他生病的时候呢，陪他，在他难过的时候呢，陪着他哦，我才觉得啊，这才是最幸福的。有时候我看到夫妻2个人呢，能够满头白发啊，然后呢还一起出去玩呢，手牵着手，我就觉得好羡慕哦。无论如何，爱情是很美好的，也是很梦幻的，但如何让这样子的感觉呢，永远持续在你的一生里面啊？嘿嘿，这是一门功课啊。而事实上，观光人数大量且快速的增加，对于地方官员不仅不是个祝福，更像个诅咒啊。
希腊当局还担心大批涌进的游客对这个岛的自然资源和基础建设会造成极大的压力。哇，怎么办？坦白说啊，旅游业兴盛啊，对于希腊的经济问题啊带来了曙光啊。至少啊有1/5的希腊人呢从事旅游业啊，使得呢旅游业成为希腊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有着近1/4的产出。这样子的成果源于希腊官员在改善服务方面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啊，并且发展出许多更为多样化的配套措施，像是观光季节扩展至冬季和春季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每到了一个观光景点啊，我们就常常会想要说呢，人那么多，好讨厌哦。那如果能够少一点人啊，多好啊！所以每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在寻找啊，有没有哪一个景点是秘境，没有人去过的啊。刚开始是秘境啊，其实到后来啊，秘境啊，你知道，在现在的网络上被公开之后呢，到哪里都是人啊。我们人其实很奇妙的，告诉你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梦想的天堂，一个让你快乐的地方，只要你没听过啊，你也不太敢去。如果再告诉你去过这个国家的金额呢，会蛮高的哦，那你更不会去啊，因为没听过。但是呢，如果呢去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呢，我们呢又常常会觉得太多人，太挤了。所以啊，人类啊很难应付的。看到啦，面包沾橄榄油，还有坚果啊。希腊橄榄的主要品种呢是科勒内奇啊，油分含量超高，散发着杏仁、青番茄果的香味啊，苦味呢比较淡雅而清新啊，辛辣感呢比较强啊，而且持久，适合这个配合海鲜、鸡肉等少油的清淡菜系啊。刚摘的油果最好能送到就近的油厂呢，那迅速呢榨油优质的特级初榨橄榄油的首要标准便是油果的新鲜度如果你是在当地品尝购买，那当然价格是比较优惠橄榄油从国外进口，加上税金、空运等等费用基本上是不会太便宜的这就是我们台湾消费者很多人的迷思会觉得当地卖家要俗现在去买到台湾的遐贵
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大家都懂呢，但是呢，大家都不愿意去接受它啊。所以，如果你在台湾买到进口的橄榄油，颜色过于鲜艳，价格呢也低得吓人，那你就要留意了啊。这天底下呢，没有这个白吃的午餐呢，虽然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吃白吃的午餐。圣托里尼岛位于爱琴海中部的希腊岛屿啊，那约在雅典跟克里特岛之间，在希腊诸岛中是众所皆知的超级名岛，色彩缤纷的悬崖从淹没的火山口呢就腾空而起，一览无遗的湛蓝海天。当这个蓝白看到蓝白被夕阳呢这个染成了金色我们来这边呢，现在就是在等待这个夕阳的来临了那圣托里尼岛一亚造就了宛如世外桃源的这个美丽画面，无数的游客呢就在这里留下了浪漫的足迹和爱的誓言是拍摄婚纱照的经典背景圣托里尼呢见证了一堆婚姻的纯洁和神圣当然还是有人在这边结了婚了然后又离婚了那圣托里尼岛呢，以其独特的魅力呢，每一年呢接待2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早在公元前呢1450年呢，一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崩塌后呢，所遗留下来的大岛屿，就是今嘛人所讲的圣托里尼岛。那由于岛屿的中心的下沉导致火山口的这个东侧悬崖就这个树立起来了那目前呢就成为了圣托里尼岛的标志性的景观。在更遥远的年代这个地方的火山可能已经在爆发的这个循环当中了。外国人呢，每个人来到这边呢，穿的呢非常的清凉甚至呢穿了这个比基尼就已经直接在马路上走了。那对我们的华人来讲呢，不要闹了
我们根本不可能这么做阳伞有可能都要拿起来底下就可以看得到，在伊雅，在圣托里尼最特殊的一种动物，它就是驴子但是在这边的餐厅吃饭呢，几乎都是没有冷气的，而且一定要晒太阳。越晒得到太阳的地方呢，也就代表你的位置越好，因为这个方向面对的就是太阳下山的方向，也就是伊雅最美丽的夕阳观赏地。有很多人呢来到这边了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没冷气该晒日头的心悸个凶气但是说实话来这边如果你不懂得像老外一样去欣赏它的美景，去体会它这种户外美丽的海景那就真的太可惜了还不如干脆就不要来好了因为你都要吹冷气就不应该呢选择来海岛嘛圣托里尼岛的商业发展呢，就主要集中在岛屿西部的火山口这个边缘的悬崖顶上那岛上规划成群的粉刷的建筑物，就散落在悬崖边上。你看看蓝色圆顶的教堂和永无止境的葡萄园，令人眼花缭乱并且能够让游客从陆地或海洋中摄取这个令人窒息的景色哇，这是希腊传统上最好的地方我们现在又回来到了菲拉，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去呢一条就是有名的驴子大道骑驴子也是很多人来希腊会体验的一项但是其实并不舒服有些驴子呢还会暴冲所以一般呢上山的时候呢你才会搭乘下山的时候呢会比较危险来到圣托里尼这个很有趣的活动就是骑驴在城镇呢都是沿着山崖而建的圣托里尼呢，因为地形陡峭，那道路狭窄行车不易能够轻易的在小巷间来回穿梭的驴子不仅可以载人还能够载运货物就成为了当地很特殊的交通工具尤其在菲拉还有一条驴子大道可以往返在高耸山壁上的菲拉和山下海岸边的旧港口这一段有着高度的落差、坡度陡峭的路程一共有580几阶的阶梯徒步走起来呢还真是会腿软这时候呢驴子就变成了很好的代步工具那除了骑驴和徒步走呢还有一个重点往返菲拉和旧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呢搭缆车 cable car 那我们呢先悠闲的搭缆车下到旧港再从旧港骑驴子回到菲拉这两件事呢我们都做了善待动物组织过往曾拍片揭示了希腊驴子的生活惨况每一年的旅游高峰5月到10月呢，每天有1200名的游客前往观赏依山而建的白色小屋要一睹这个白色小屋的风貌你就要走呢500多阶的楼梯汽车无法开进去那就出动驴子在这个观光客游览菲拉镇等等景点，是当地传统的做法。然后近来10年呢，从美国、俄罗斯和英国来的吃肥游客数目增加了3倍重磅吃肥的游客呢暴增了，他们大多选择骑驴子来游览令当地一群载客驴子呢不胜负荷那驴子呢长年累月呢在酷热的天气底下呢，载着大量肥的那个游客呢行走了568级的楼梯那带上不合身的那个旗鞍令他们的背部就疲
皮开肉绽哦，令人惨不忍睹。在烈日当空下工作哦，这驴子呢缺水呢，缺休息呢，不间断的工作呢，挨到这个五劳七伤啊他们也没有最低工时嘛当他们的工作之无法走动呢，就只能单膝落得呢就被抛弃啦甚至呢把他怎样推下悬崖的结局所以希腊政府呢为了保障这个驴子早前呢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呢，包括这个驴子不得负重超过呢110公斤或者是呢超过驴子体重的1/5的重量。换言之体重超过110公斤的游客，或是呢总重量超过110公斤的这个状况将不能够再骑当地的驴子那所以以后有可能骑驴子旁边还会先量一下体重不是人的脚软驴子腿也会软。这里的驴子没有人牵着走那你怎样路呢第一，看它一条路，所以不会迷路。第二，这里的路呢，驴子天天走已经很习惯了所以这些驴子呢，它就会沿着路一路往上走只是有时候呢，毕竟嘛是动物嘛，他们在往上走的路上呢，有可能呢遇到认识的好朋友会打个招呼驴子啦，彼此之间呢会聊聊天说长道短一下啦三姑六婆一下啦抱怨他的老板有多糟糕或者是呢都不给他水喝或者是呢讲这个骑在他身上那个人的坏话或者是呢挖豆腰驴子可能在旁边呢就吃东西所以每一个人呢你上到山上的时间都变得不一样了要看你这次骑到的这一只驴子它本身的交友广不广阔人脉广不广人脉越广的驴子这下晕倒了它上到山上的时间就越久还好自己骑的这只驴子是一只孤狼Hello, my friend. 这里只看到美女这样子Jump into the car on a Friday night. I wanna drive with you. Looking for a bar in the nearest town. I've never seen a sky so blue. We don't ever play it and the night is young. It doesn't matter what we do. Ain't nobody like you. Look so beautiful, and I'm so lucky to be yours. And you're taking me high. Ain't nobody like you. I'm not coming down. Ain't nobody like you. I could go 1,000 miles as long as I'm with you. Yeah, you're taking me high. Ain't nobody like you.
taking me high. Ain't nobody like you. I'm not coming down. Ain't nobody like you. I could go 1,000 miles as long as I'm with you. Yeah, you're taking me high. Ain't nobody like you. Ain't nobody like you. Ain't nobody like you.那我们就先来到了西南边的小镇义雅啊，号称呢拥有全世界最美的夕阳。你在杂志上拍摄很多的圣托里尼岛的美景啊，龙荡加黑白啊，而许多高级蜜月的旅馆呢，也都在这一区。这里的房间呢、又小又贵，千万卖个响啊！你想啊，嫌它你还订不到、啊，越接近中心点的房价呢就越贵了。那义雅这个小镇呢，总共呢也才大约2公里长啊，离海拔这个大约这个70到400公尺高啊，大部分的这个房子呢都盖在这个火山的边缘哦，那形成一种呢非常独特的景色。更特殊的是哦，许多的房子都是住在火山岩里面钻洞进去的。那而义雅呢本身也有许多白色的小屋跟蓝顶的教堂啊，那每一个转角呢都是像明信片般的风景根本就没有办法照相失败啊。
这里的伙食太好，在高龙做大口啊。伊亚是希腊爱琴海大区啊，圣托里尼岛上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哦。那位于圣托里尼岛的西北端，沿着火山口的北部边缘延伸约2公里，人口1000多人。每一年的4月到10月都是游客的旺季，每一天的观光客有1万多人呢。想想看有多可怕哈！冬天呢，就初春的时候呢，因为呢天气不好啊，旅店呢会关闭啊，船只呢会停止运行啊，然后呢，岛上剩很少的人啊，那岛上的居民呢及商店呢也都会呢回到这个内陆去啊，希腊本岛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来这里呢会感觉这个地方呢就专属于你的哈。那伊亚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呢，就达到了的繁荣的这个顶峰啊。它的经济繁荣是基于地中海海运贸易，特别是从亚历山大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啊。伊亚也算是一个古镇啊，镇上的房子大部分建于13到16世纪啊。但是每年这些房子都会被修缮的粉刷，所以看上去整个镇很新啊，房子白的耀眼啊。冬天是圣托里尼的旅游淡季啊，所以伊亚镇上的很多的旅馆、小店呢，都抓住时机整修装饰，准备呢接待夏季蜂拥而至的游客啊。小镇呢，悬崖顶端就在悬崖顶端呢，依这个山势而建的啊。那街巷陡峭崎岖，它运送建材呢，就全部靠铝。圣托里尼的蓝白房屋建造，除了地处接近赤道阳光直射之处白墙呢还能将大部分的热能呢就反射。在文化的意义上呢，希腊人对国家忠贞的性格呢，直接将房屋的配色呼应希腊国旗上的蓝白颜色。另外亦有说法指出希腊人认为白色的厝显示出人跟自然的亲近，蓝色的窗和屋顶这个象征了大海的意象因此造就了现在一片蓝色、白色相间错落的这个地中海型的房舍。你问当地人想厝顶要用哪色的而且大家的墙面几乎用白色的，那答案就会变不一样了。蓝色是用来赶苍蝇因为苍蝇害怕蓝色那白色是用来散热因为地中海的阳光炙热，白色是最好的防热效果。而且窗户都做很小主要是因为冬天风很大。I said I loved you, but you let go. I waited for hours, but you never showed. You were all my heart knew, but that's all I held on to. But you let go. We met over coffee on 17th Street. As easy as that when two souls meet. We said I'd do for worse or better, promised to hold on forever, but you